我是同龄小花中风评最差的女明星，出了名的爱组 CP 蹭男主热度。明明长了张大杀四方的美艳面孔，却偏偏要按公司人设扮演柔弱清纯白莲花，一度被全网骂矫揉做作、心机绿茶。拍戏期间还要被男主团队硬拉去炒真人 CP， 后续他却又摆出一副受害者姿态，挨骂归我，热度归他。眼看名声越来越臭，经纪人直接给我谈了档直播恋综。利用我全网黑的人气当背景板，以此来衬托当红小花柳微微的真诚可爱。可直到开拍前几天，突然传来消息，影帝宋川也要参与本次录制。我学生期间年少轻狂，仗着自己学姐的身份，和这位漂亮的不像话的新晋小影帝发生过一点难以启齿的小过节，实在不宜再见面。但好在导演已经初步定好了基调。简单来说，这次恋综一切都是为了影帝宋川和当红小花柳微微炒 CP 服务，其他都是陪衬。也就是说，我和宋川基本没什么接触，唯一要做的就是当好背景板，不要抢风头，给他和柳微微腾地儿就好了，和去旅游没什么两样。乐死，这就是躺着赚钱的快乐吗？开拍那天，柳微微妆容精致，一袭白裙，一出场，弹幕就沸腾了。这就是我家宋哥自降身价也要来参加恋综的原因吧？白月光文学照进现实。微微姐好漂亮，白裙优雅女神范，我紧随其后，素颜朝天，短袖短裤，懒懒朝镜头打个招呼。弹幕画风突变，她怎么也来了？晦气，跟在微宝后面故意抢风头吧？可是她穿的这是什么呀？老年观光团风，拒绝雌竞，把陈青青插出去，老子才懒得费功夫跟他们竞争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直到宋川出现之前，我一直认认真真当背景板，看着几位美女帅哥争奇斗艳。宋川出现之后，我直接把自己移出了镜头，连背景板都不当了。避嫌，姐可是专业的。宋川是我们这群人中咖位最大的，这些年他一直低调拍戏，几乎零绯闻，鲜少参加综艺。据说恋综导演一开始向他发出邀请时，他拒绝了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。高冷影帝自降身价参加恋综，立刻在全网引发热议。大家纷纷猜测他是专程为了柳微微而来，毕竟柳微微一出道的时候就被爆出来和宋川曾是高中和大学同学。还有传言说柳微微是宋川多年来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单身至今只为微宝回眸。圈内铁律，咖位为王。影帝宋川一出场，众人都迎了上去，激动地进行自我介绍。镜头扫过我时，我正身心放空，思考眼前的瓜子是不是道具。弹幕一阵热议，他装什么清高，居然不理我家宋哥。为了热度无下限，丑人多作怪。但是我忽然 get 到了他的颜值是怎么回事，素颜也这么能打，又米又飒。姐妹疯了，觉得陈青青这个绿茶婊飒。谁知道她肚子里藏着什么坏水？柳微微顺势坐在了宋川旁边，两人穿了同色系的衣服，看起来格外像情侣装。弹幕又是一波郎才女貌天赐良缘刷起来。我远远在一旁嗑着瓜子，静静看宋川。多年未见，他比之前更帅了，禁欲值直接拉满。不过整个人看起来冷冷淡淡的，没有之前奶乎乎的可爱了。弹幕狂刷，川伟微夫妇一同框就冒粉红泡泡 ，KSWL 柳微微随便撩了撩头发，捂嘴笑一笑，都能引起弹幕高潮。微宝好有气质，这才是真正唯一纯洁的茉莉花。陈青青那个 A 货怎么好意思跟人家比？就在这时，宋川忽然朝我这边看了过来，我正往嘴里送瓜子人，还没来得及收回目光。四目相对，我立刻移开了眼神，看向离我最近的一个小帅哥，朝他抛了个媚眼。宋川的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。有眼尖的网友立刻发评，我怎么感觉宋哥这个眼神有点委屈？他看到什么了？宋哥看的方向好像是陈青青吧？姐妹，快呸呸呸，摸木头！不要让宋哥和陈绿茶的名字出现在一起。这位黑粉说的甚是有理，我可不想和宋川扯上一丁半点的关系。姐只想摆烂3个月，拿到巨额酬劳走人。当晚，大家匿名投心动性之前有个约会环节，节目组突发奇想，让我们所有人蒙上眼睛，在狭小的房间里随意走动，自由配对，抓到谁，今晚就和谁约会。他们甚至还给这个离谱的环节起了个离谱的名字，爱神猜猜猜。我看是3值调调调。有些网友不乐意了，这不公平，陈青青那个爱蹭鬼肯定故意占我们哥哥便宜。就是啊，其他男人不要碰我们微宝。微微是穿的，失去视觉后，其他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感。狭小的房间，几人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，肌肤相触间，暧昧迅速升温。我绷紧神经，在乱七八糟的香水味中努力辨认出宋川独特的沐浴露的味道，然后躲着他走。弹幕疯了一样，节目组太会搞事情了，太刺激了。
微微往右走，宋哥在右边。哎呀，两人刚刚差点撞个满怀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陈青青的路线好奇怪？我去，她怎么一脚把人给踹开了？姐妹，我也看出来了，陈青青居然一直在躲人，尤其是宋哥，就跟有感应似的，真的绝了。关键是宋哥怎么一直都在朝陈青青方向靠近啊？别人都是无头苍蝇，他俩咋跟开了天眼似的？他逃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救命！前面的，笑死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10分钟后，导演吹哨，配对结果出来了，其他人都努力地往别人身上凑，制造暧昧互动，而我秉持着莫挨老子的原则，来一个踹一个，成功避开了所有男人，当然也避开了宋川。然而当摘下眼罩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是两两牵手，只有我和宋川站在对角线上遥遥相对。柳微微的脸色立刻变了，甩开了身边男生的手。这是整的，弄巧成拙了不是？柳微微挤出甜甜的笑，导演，刚才我们都不熟悉规则，要不重来一遍吧？我连忙上前，弹幕疯狂滚动。绿茶姐肯定要来反驳我们微宝了，等着看她拙劣的表演吧。走了狗屎运，选到宋哥，他心里没死了吧？我冲到导演面前，他说的对，我同意，重来，必须重来。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随便找个男生配对。早上那个 rapper 小帅哥就不错，斜对面那个硬汉大叔也挺好，反正都比宋川强。应该是没想到我会附和他，柳微微直接愣在了原地。宋川淡淡开口，天色不早了，重来费时，导演不敢驳斥宋川，只能作罢。柳微微徐徐走到宋川面前，眉眼温柔，阿川，没关系的，我等你回来。镜头拉近，给他们俩特写。柳微微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，眼眶红的仿佛生离死别。弹幕迅速翻滚，心疼微宝，都怪陈青青这个绿茶婊，什么都要抢，故意和我们微微过不去。无语子，眼睛没用就去捐了，我一个路人都看不下去了。陈青青明明啥也没干。姐妹们，陈绿茶一定是装与世无争，大家别被蒙骗了。他一会肯定原形毕露，拼命往宋哥身上蹭，等着瞧，约会名单尘埃落定。我极其不情愿瞥了眼宋川，始终和他保持1米间距。弹幕卡壳了一阵，有人默默评论道：是我疯了吗？为什么陈青青看起来如此嫌弃宋川？这都不蹭，这还是陈绿茶吗？转性了，笑死！宋川时不时就要回头确认陈青青的存在，怎么怕他跑了？但我看陈青青好像真的想跑。约会地点在海边，灯光昏暗，桌上摆着蜡烛和玫瑰花瓣，看得我头大。我率先开口：你空调喜欢开多少度？宋川：26。我喜欢开17度，咱俩不合适。长久的沉默。宋川轻轻开口：我也可以开17度。他怎么回事？我追问：你喝酸奶舔不舔钙？宋川：不，我舔。咱俩不合适。宋川：我摆摆手，我每晚8点准时睡觉，睡前要听2首玫瑰。先回去了。弹幕铺天盖地，快都给我来看陈青青这一组，头给你笑掉，看把我们宋影帝都委屈成什么样了。这俩人在一块氛围怎么怪怪的，莫名有点好磕。 CP 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，这对可不行磕。川味夫妇才是正道。我刚回到集体大房间，准备开把游戏冷静冷静，柳微微回来了。见到我后，她一脸惊讶：青青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的约会呢？我叼着面包片懒懒倚在门框上，黄了。柳微微眼底闪过一抹得意，转瞬即逝，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我风评不好，又有爱蹭 CP 的恶名在外，男嘉宾都对我避如蛇蝎。宋川咖位大，又是圈内出了名的高冷，不好接近。柳微微肯定默认我是被宋川赶回来的。她捂住嘴，瞪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，语气娇弱：不好意思，是我说错话了。青青，你别生气，我替阿川跟你道歉。这拙劣的演技跟得了红眼病加哮喘似的。忽然有点心疼他的粉丝了。弹幕：陈青青会不会说话？不会说话别张嘴，就欺负我们微宝善良心软呗。他抢了别人 CP 还有脸生气，也不知道是谁先故意挑事的。而且我怎么没看出来陈青青生气？我们微宝只是关心一下他，怎么就挑事了？说你了吗？迎头接脏水，弹幕吵得正欢。宋川推门走了进来，镜头立刻把柳微微和宋川框在一起，把我单独闪了出去。我忍不住给摄像大哥竖了个大拇指。柳微微迎上去，含情脉脉看着宋川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口吻：阿川，你不该抛下青青一个女孩子，她会伤心的。宋川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晦暗不明，欲言又止。就在这时，一声脆生生的 TIMI 打破了微妙的氛围。我连忙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朝面前的两人笑了笑：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不用管我，继续。弹幕狂笑：陈姐牛批，重新定义伤心。陈青青承包了我这一天的笑点。怎么办？我忽然觉得柳微微和宋哥一同框气氛就好尬。
而且他俩同框好多，有点刻意了。前面的姐妹同框多是因为彼此喜欢呀，像陈青青跟宋歌，他俩每次都离108000里，肯定不同框啊。当天晚上一共5位男嘉宾，柳微微收到4封匿名心动信，提前化好了防水的妆，在镜头面前哭得不能自已，说感谢他们的喜爱，自己非常感动。可他心里已有一轮明月高悬，再容不下其他。弹幕满屏刷川味夫妇填爆了微宝真有文化，微宝不哭，你值得世间一切美好。大家纷纷猜测4封信里面哪一封是宋川的手笔。镜头转到这边，他拉着拖鞋出来，只收到了一封匿名心动信，还被节目组藏了起来。问原因，他们解释说应该是投错了，不作数。其实也能理解，节目组要热度就肯定要搞事情，拿我和柳微微做对比，制造强烈反差，吸引眼球。因为收信数量为0，位列倒数第1，我要接受惩罚。不仅要搬到环境最差的房间，还失去了主动选择心动男嘉宾的权利。难得的是，弹幕里骂我的人少了很多，更多的人选择发屏安慰我，笑死，一点都不伤心。这哪里是惩罚，明明是奖励。平时拍戏累得要死，天知道我现在有多想瘫在屋里睡大觉。白天，其他人都各自选了心动对象，撒糖的撒糖，做甜点的做甜点，聊人生的聊人生，修罗场的修罗场。我一觉睡到9点，坐在离宋川最远的角落玩游戏，乐得清闲。没一会，宋川走过来倒水，高大的身影横亘在我面前。我默默起身去了另一边。很快，宋川又走到我现在坐的位置，拿个桃。本来以为他拿了就走，结果他站在那里，像欣赏画作一样盯着那个桃，迟迟没有离开。我忍不住又要起身，一抬头却不小心和他眼神相撞。鸦羽般的睫毛轻颤，漆黑如墨的瞳仁像是一个无底洞，薄唇浅浅抿着，看得我有些燥热。这么多年了，宋川还是漂亮的不像话。我转头欲走，宋川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几乎下意识地拦在了我面前。我静静看着他，表面无波无澜，心里满头问号。他要干嘛？宋川低下头，嗓音清冷却难掩乖巧。吃桃吗？弹幕炸了。神 TM 的吃桃吗？为什么平时高高在上的高冷宋歌一遇到陈青青就变成这副狗狗模样？我不理解，但我大为震惊。哈哈哈哈！陈青青的表情退。这两人同框明明是最少的，也是避嫌避得最厉害的，可偏偏最让我心痒，也真是绝了。我一口回绝，不吃。说完，我忽然意识到这是直播。宋川好歹是个影帝，我这样似乎有些不给他面子。于是我改了口，给我。宋川嘴角微微勾起，我去给你洗洗。大哥，你还记得我是个背景板吗？弹幕陷入高潮。我敲，这是宋哥参加节目以来第一次笑吧？居然是冲着陈青青。陈姐没理他前，宋川高冷音，我不笑，是我生来就不爱笑。陈姐理他后，宋川嘿嘿，我拧起眉毛，接过宋川递过来的洗好的桃时，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，凉凉的，相触的瞬间却像是燃了一把火。我们两个几乎同时迅速缩回手，宋川慢慢蜷缩起修长的手指，指尖粉粉的。我咳嗽了2声，拿着桃扭头走了。短短不到2分钟的镜头，弹幕疯狂刷屏。啊！宋哥全程眼神拉丝，我人没了。我已经脑补了10万字的生死虐恋，全世界都以为我们毫无关系，甚至彼此厌恶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无人的深夜，我有多渴望你，我的欲望，我的执念，我的……后面不能播了，嘶哈，怎么停了？给尊贵的会员继续写。细节、动作、神情、声音一个不落。喵的，他俩太上头了，碰的手我都想鸡叫。有人磕吗？没人磕的话，我要开磕了。喂，清醒清醒！微宝还在旁边呢，你们瞎磕什么？破坏川味夫妇感情？什么粉丝？搞得评论区乌烟瘴气的。哟，让我看看，这是谁磕 CP 还磕出优越感了？你也不看看，虽然柳微微和宋川镜头最多，但宋哥正眼看过他吗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官方只认可川味夫妇。你们干嘛非得自找没趣？陈青青她配吗？这年头还兴按头磕糖？官方发的工业糖精只酷不甜，我就不吃。我是反骨的鸵鸟，就爱磕避嫌 CP， 气死你，气死你！避嫌 CP， 笑死！这很符合陈姐的气质。吃了宋川的桃，我连输了3把游戏，肯定是队友太菜，绝对不是我心烦意乱。一定是这样。后面的几周，柳微微忽然和我热络起来。我早晨起床，她迎过来，我们小懒蛋青青终于醒了。没事，就算你不说，网友也看出我懒了。我打游戏，柳微微在隔壁练瑜伽，对着镜头微笑。我们女孩子就是要培养高雅情趣。我最近一直都有在读国内外名著，有时间和你们分享。我看到了豪门少奶奶的第999次出逃。
也不知道最后逃出来了没有。有次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宋川的电影，电影上映时，他给圈内许多人都送了周边。柳微微突然问我：“青青，你收到的是哪个人物呀？”我和宋川是娱乐圈出了名的不熟，双方团队零互动。我淡淡回应：“没收到。”柳微微可怜巴巴：“对不起，青青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有意揭你的伤疤。”我敷衍点头：“好，我原谅你了。”柳微微愣住了，弹幕满屏哈哈哈哈哈。家人们，不行了，我要笑出8块腹肌了。宋川越过柳微微走到我身边，放低声音：“当时我给你送了好多，你都拒绝了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。你喜欢哪个？我现在让他们记我别开视线。”不用，没地方，镜头照不到的角落。柳微微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扭头走了。他也不知道是抽了什么风，事事都要内涵我，把我当假想敌，搞得我出镜率都被迫提高了。也不知道节目组给不给加钱，大概是觉得这些天过于风平浪静，节目组又开始整活了，提议要进行海边睡衣趴。大家聚在一起，自行准备食材解决晚饭，还要玩节目组提前设计好的游戏。输了的人要随机抽取节目组提供的卡片，按照上面的要求接受惩罚。卡片内容未知，尺度未知。睡衣趴的预告一经发出，很快便冲上热搜，吸引了不少路人。网友们搬好板凳，坐等吃瓜。当晚，众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能展示身材的穿搭，男男女女凑在一起，海浪翻滚，人声鼎沸，白花花一片，满满的荷尔蒙。节目组在户外临时建了个露天小厨房，我穿着全国统一的蓝色家居棉睡衣，躲在里面烤肉。弹幕：想在镜头里找到陈姐实在是太难了，以后谁再说陈姐爱蹭爱抢镜，我跟谁急。我已经逐渐习惯陈姐离谱的穿衣风格，有颜任性风。那你看看陈姐是谁？那可是听二手玫瑰入睡的女人，肉刚烤熟 ，rapper 小帅哥凑了过来，好香，我能吃点吗？我礼貌回道：好啊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。小帅哥没穿上衣，只穿了条花裤衩，眉眼间有些痞气。这几次心动男嘉宾的投票中，他票数最低，出镜率大大减少。估计现在是想找同样垫底的我抱团取暖，炒炒热度。可惜他找错人了，姐巴不得不出镜呢。吃完肉，小帅哥凑得更近了，朝我 wink 了一下，喉咙里挤出气泡音。作为回报，我给青青姐削苹果吃吧。少年，用力过猛了吧？我刚想拒绝，宋川绕过人群走了过来。小帅哥急忙献殷勤：宋哥，找微微姐吗？他不在这边。宋川直接忽视了小帅哥，小心翼翼坐在我旁边，淡淡开口：想吃苹果，我来削。弹幕瞬间陷入癫狂，影帝再现委屈区，而我笑得好大声。宋哥好像一只争宠的大狗狗。怎么办？我好像要从女友粉变妈粉了，已经刺激起来了。压力给到陈姐这边，宋川不好好在镜头面前表现，跑我这捣什么乱？难不成校园时期的仇，他一直记到现在？不至于吧？堂堂影帝，心胸这么狭隘。我皱眉看向小帅哥，他不会，你来吧。宋川什么也没说，拿过一个苹果就开始削。刀刃闪过寒光，宋川清冷的眼神扫过小帅哥裸露的上半身，削苹果的手格外用力。小帅哥直接傻眼了，咽了咽口水，看看我又看看宋川，扔下苹果，找个借口溜了。弹幕爆笑，短短几秒把孩子的 CPU 都干烧了。宋哥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U1S1，我刚磕避嫌 CP 的时候，表情和这个呆毛半裸男是一模一样的。陆泽，我不配拥有姓名吗？陆泽一走，我也想离开。宋川手里的刀掉在了桌上，一声闷哼，我刚迈出去的腿又收了回来。宋川张开手，苍白修长的手指上渗出血珠，像是雪地上怒放的红玫瑰。我纠结了1秒，还是没忍住拿了个创可贴。我只是助人为乐，一点都不心疼他。没错。宋川乖乖把手伸到我面前，眉头轻轻皱着，眼尾微红，格外惹人怜爱。弹幕：接下来请欣赏宋影帝主演的年度大片，有点心机又如何？又名看我这不值钱的样子。宋哥内心 OS：青青快看我，我受伤了，快安慰我。你再不看我，伤口就要自愈了。宋哥，你还记得你是拍戏断了2根肋骨都不吭一声的硬汉吗？我中毒了。我居然从陈青青嫌弃的举动中看出来一丝宠溺。贴完创可贴，那边的游戏也快开始了，在宣读游戏规则。我起身走过去，宋川默默跟在我后面。这个离谱游戏的离谱名字叫心脏砰砰跳，需要在规定时间内随意找人配对，做出节目组的指定动作。在这期间，会有仪器实时监测心跳速率，谁的心率最先超过规定值，就要接受惩罚。第一个动作，男生摸女生头发，计时10秒。众人立刻跑动起来，柳微微也朝宋川跑过来，现场响起甜甜的 BGM。就在这时，微凉的触感从头皮传来，惹得我一阵酥麻，脚下不稳，下意识拽住了宋川的上衣。我算是半个手控，对骨节分明、白皙修长的手一点抵抗力都没有。
这一点宋川应该比谁都清楚。视线越过宋川的肩膀，从我的角度刚好能看到柳微微的表情。她清秀的五官此刻有些扭曲，我见犹怜的杏眼中藏不住的恶意。我不禁开始怀疑，宋川对柳微微真的有好感吗？他眼光不至于下滑这么厉害吧？一直以来都是导演和经纪人反复跟我强调，节目主推柳微微和宋川这对 CP， 所以节目组总是把他俩安排在一起，疯狂撒糖。柳微微也确实总是一副和宋川很熟的样子。可是宋川好像从来没有主动回应过什么，一直都是把柳微微当成普通朋友，礼貌而疏离，好几次甚至差点对他发了脾气。不过那个时候摄像已经把镜头移开了，没有拍到。导演吹哨，第二个动作，女生壁咚男生，计时5秒。宋川的手指慢慢从我发间滑下来，声音低且蛊惑：“学姐，没时间了。”说完，他十分自觉地自己往后退，嫣红的唇瓣微微勾起。我脑子一热，直接用力把他推到旁边的树上，树干受到力的作用，震落了不少花瓣，掉落在宋川肩头。我仰头看着他，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燥热的夏天。宋川穿着板板正正的校服，独自一人站在树下休息，唇红齿白，黑发黑瞳，漂亮的像漫画里的妖精，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在操场罚站的学姐的视线。弹幕滋哇乱叫，宋哥这个充满宿命感的眼神，我觉得他需要来一支抑制剂，不，2支。案头大队集合，给老子亲！都这个氛围了，你们怎么忍住不亲的？我不管，避嫌 CP 就是真的，我不管，他们不是真的，我就是假的。他俩同框虽然少，但一同框就疯狂，让老夫心动老夫的少女心。宋川到底在搞什么？是怕时间来不及吗？为什么不去找微宝？干嘛要和陈青青完成任务啊？我合理怀疑柳微微是剃头担子一头热，节目组以为炒他俩 CP 会热度高，所以不断给镜头，但宋哥根本没 care 过他，所以那些镜头糖显得十分刻意。个人观点，你杠也是我对。我去，前面的你说出了我的心声，我早就想说了，怕被冲。如果宋川不喜欢微微，干嘛给他送心动信？你怎么就知道那4封信里一定有宋哥的？你倒是解释解释，如果没给微宝，那宋哥的信呢？去哪了？被你吃了！警报声响了，有人的心跳超过了指定值，游戏结束。我看着宋川胸口不断闪烁的红光，忍不住陷入沉思。事情走向好像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弹幕，快！宋哥没有能量了，拿手电筒照他。他心动了，他对着陈姐心动了谁懂？我在床上扭得像个蛆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俩一定有事，但为什么是宋哥先心动啊？这不值钱的样子。给妈妈支棱起来，这个环节由我们几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徐姐 Q 流程。宋川抽了卡片后给了徐姐，徐姐没有立即发问，而是先活跃气氛，让我们谈谈各自的理想型有没有因为参加节目而发生变化。柳微微看了眼宋川，害羞地低下头，率先开口：“我喜欢高冷一点的，最好是同行，单眼皮，高鼻梁。”哎呀，徐姐，太明显了，这能说吗？徐姐是主持人出身，在圈内混迹多年，早就混成了人精。那些自以为藏得很好的小心思、小九九，她一眼就能看穿。听完柳微微的说辞，徐姐开玩笑道：“谁也没让你说啊，你自己非要开口。”气氛尴尬了一瞬，陆泽抢话：“宋影帝呢？宋影帝的理想型是微微姐这样的吗？”大概是陆泽的话太直白，徐姐帮忙找不 rapper 就是比较 real 哈。小川你别理他，宋川不是我的理想型，不是柳微微这样。弹幕疯狂滚动，正主都亲自下场了，到底是谁爱蹭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讲真，我原来对柳微微是路好，但这个节目里她真的好爱内涵人，特别败好感。她一直都这样吗？前面的可能因为这是直播，没有剧本，不能剪辑，所以不小心暴露了真实的一面。怪不得他俩一同框就一股工业糖精味，合着节目组就硬凑呗。徐姐一副果然不出我所料的表情，得意地递给旁边的硬汉大叔一个眼神。下面我们来看卡片内容吧，看看我们万众瞩目的宋影帝要接受什么惩罚。徐姐拿出卡片，在镜头前展示了一下，惩罚是真心话，小川可要如实回答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初吻是什么时候？主动还是被动？不准撒谎。宋川17岁，被动。在场所有人都一脸惊愕，没想到宋川会回得这么干脆。惊讶过后是熊熊燃起的八卦之魂。我默默灌了口冰啤酒压惊，往边缘靠了靠。别看我，别看我，都别看我。弹幕数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。你们发现没？宋哥的视线全程没离开过陈青青。该不会误草避嫌 CP 上大分？被动，你品，你细品。这确实像陈姐能干出来的事。一个冷知识，宋川、陈青青、柳微微他们3个，一个高中毕业的，后来考的同一所大学。
陈青青大宋川一集，好带感，我好爱。如果这时候我打开手机，就会发现避嫌 CP 的词条热度迅速攀升，势不可挡。徐姐，没想到小川情窦初开的时间还挺早，哈哈哈。下一个问题，在现实生活中一共接过几次吻？接吻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令人后悔的事？哇塞，这个劲爆了！宋川沉默半晌，一次。后悔当时把他推开了。徐姐看了眼我，蔫坏的装傻充愣。什么？我怎么没听懂？小川，能不能详细说说？嗨嗨，我被啤酒狠狠呛了一下。弹幕：徐姐是懂磕 CP 的。青川大婚时，徐姐必须做主桌。哈哈，陈青青慌了，人都快挪到镜头外面了。这要是没点事，陈姐心虚什么劲？徐姐刚想开口，被宋川打断了。不好意思，稍等。我缩着脑袋，正慢慢往镜头外挪，忽然听到旁边有脚步声，然后我手上的冰啤酒被人抽走了。宋川是不是胃疼了？我双手捂着肚子，额头一层虚汗。如果我说不疼，他信吗？宋川稳稳扶起我，看向众人，我带他回去，你们继续。弹幕：新来的科友们，你们最好记住现在宋哥霸总的模样，因为一旦一会儿他俩独处，宋哥就会变身绿茶修狗。回到房间后，宋川把我扶到床上，熟练的烧水备药。我摸出手机，看到了推送的消息，点开后是我和宋川直播时的截图，有10几张，几乎每一张都是我在做自己的事情，而宋川在远处默默盯着我。照片下面还有几段视频。第一个视频，宋川总是静静看着镜头以外的某个方向，嘴角忽然漾开笑容。第二个视频，宋川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的瓜子续上，然后把托盘放在我平时总坐的位置。这些本来在镜头中一闪而过的画面，被细心的网友整理出来，细细碎碎地连在一起。底下点赞最高的评论是：爱意这东西，即使捂住嘴巴，也会从眼里流出，藏不住的。我躺在床上，正不断放大某张照片中宋川的脸，背后忽然传来声音：学姐。我吓得立刻熄了屏。他应该没发现我偷看他照片吧？宋川半跪在床边，递给我水杯和药。我匆匆喝了药，躺在床上，心乱如麻，勾起了许多之前的回忆。自从操场上被罚站，我和宋川第一次见面后，我借职权之便，天天去他班里看他，顺便查违纪。那时候宋川已经很高了，性格也冷冷淡淡的，和人不亲，但漂亮的脸蛋奶乎乎的，看起来很好捏。我一直想捏，苦于找不到机会。终于有一次，宋川迟到被我在校门口拦住了。我摆起架子，你要不想被扣分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宋川乖巧地问我什么办法，让学姐捏下脸，一边说着，我已经忍不住上手了，软乎乎的，真舒服。宋川脸涨得通红，迅速看了看四周，声音低低的：学姐，你欺负我，然后就飞快地跑走了。我的心都被萌化了。从那天起，我的日常生活又多了一项快乐，逗宋川。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不爱说话，也没有多少朋友，给了我不少可乘之机。我天天等着他一起上下学，在路上和他叽叽喳喳。宋川17岁那年，我18岁，过生日给他发了邀请函，但宋川很晚才到，我还以为他不来了。当时我喝醉了酒，拉着宋川去了一个小巷子，向他讨要生日礼物。宋川的语气很自责：学姐，我家里有事，没来得及给你准备。我当时酒劲上来了，根本听不进去他的解释，一把拽住了他的领子。迟到就算了，连礼物都没有。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月光从墙沿洒落，照在宋川漂亮的不像话的脸上。我越想越气，又被宋川这张脸深深吸引，一个冲动便踮脚贴了上去，完全忘记了宋川曾经和我说过，他坚决不早恋。后来的事我都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宋川真的很生气。平日不管我欺负得再凶，宋川也从来没有朝我发过脾气，那是第一次。他推开我，把我交给朋友后就匆匆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我醒酒后追悔莫及，觉得宋川一定讨厌死我了，便主动和他拉开了距离。后来进了演艺圈，他成了炙手可热的影帝，我更是对他避而远之。可是宋川如今的举动，咔嗒门开了。宋川一身浴袍走了进来，领口开得有点大，隐约能看见锁骨，上面还挂着没擦干的水珠。弹幕疯狂刷屏，宋哥为了追妻也真的是拼了，战袍都穿上了。湿漉漉的狗狗简直在我 XP 蹦迪。我的床可以空荡荡，我 CP 的床必须8级震荡。前面的姐妹裤衩子甩我脸上了，看到宋川这副装扮，我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。我强装镇定，眼睛止不住地往他领口里面瞟。你有什么事？宋川带上门，乖巧回道。我不放心，睡前再来看一眼。胃还疼吗？一边说着，宋川已经走到了我床边，递给我一个暖水袋，让我放在腹部。淡淡的沐浴露香味钻入鼻腔，勾得人心痒。我屏住呼吸，我没事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再不回去，我可能就有事了。不，应该说再不回去，你可能就要摊上事了。
宋川声音低得如同梦呓。陈青青，我惊讶地扭头看向他。认识这么久，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全名。宋川毫不避讳地和我对视，漆黑的眸子中情绪翻涌。陈青青，你知不知道，喜欢一个人太深，就会喜欢喊他的全名。我动了动嘴唇，好久才出声，你说什么呢？宋川小心翼翼地靠近我，毛茸茸的脑袋蹭过我的手臂，颇有点撒娇的意味。学姐，你已经拒绝过我一次，可不可以不要拒绝第二次？我愣住了，从床上坐起来。我什么时候拒绝你了？宋川低沉的嗓音沾上了一丝委屈。你18岁生日那天，我问你为什么对我做这样的事，是不是喜欢我？有这么一段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宋川，你说只是觉得我很好玩罢了，是吗？这肯定是我喝醉了以后说的胡话气话。我摸到了一点头绪，所以这才是你当年推开我的原因。宋川点点头，不过我后悔了。看着你后来离我越来越远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就无数次想重新回到那个小巷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再把你推开。我伸手轻轻捏了捏宋川的脸，喃喃自语：还好不算太晚，还好误会解开的不算太晚，还好再次相遇时我们依旧彼此喜欢。弹幕虽然我没看懂，但他俩这是表白了吗？在一起了？我磕到真的了。宋哥尾巴都快摇掉了，像个粘人的大金毛。胡说，明明是腹黑绿茶边牧。宋哥，我就不能像个人吗？事情都说开之后，已经凌晨1点了，我困得打哈欠，宋川还黏黏糊糊地赖在床边。我摸了摸他的下巴，有意逗他，还不走？不怕一会走不了了。宋川脸上染上一抹绯红，你睡吧，我想多看看你，一会就走。我脑子一热，地下太凉了，要不你到床上来躺一会。宋川近乎抢答。好，他抱着不知哪来的枕头，迅速翻身上床，乖乖躺在旁边，静静盯着我，眼底的温柔在夜色中蔓延开，像一张网把我包裹起来。我只是礼貌性地问一下而已，他是不是就在这等着我呢？弹幕陷入癫狂。陈姐这辈子走过最多的路，就是宋影帝的千层套路。跪求宋哥开班，这个男人太会了，教科书级追妻，甜死我了。之前全网磕川位的时候，我就坚定站避嫌 CP， 扣扣搜搜找糖吃，一身反骨终得回报。怎么关灯了？镜头怎么停了？我缺这点流量吗？节目组也没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子。强推的 CP 网友不磕，反而最边缘的一对火爆全网。我和宋川在舆论最热的时候官宣了。宋川工作室的配图是2张拼接在一起的照片，其中一张是一次颁奖的照片，我一身红裙，大波浪，高跟鞋，站在台上，宋川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，捧着红玫瑰奔向我。那次他是我的颁奖嘉宾。另一张照片是高中的时候，阳光耀眼，我把校服系在腰间，伸着手等宋川跑过来给我送书。配文：少年终于等到了他的女孩。恋综临近结束，导演对着宋川信誓旦旦：下期你带着青青再来，我保证给你们最多的镜头。宋川冷淡拒绝：不必了。导演仍不死心：我这里还有个夫妻旅行综艺，等你们结了婚。宋川语气彻底冷了下来，压迫感十足。我们还是聊聊你为了热度不顾嘉宾意愿硬凑 CP 这件事吧。导演讪笑着后退。那个，我忽然想起来还有事，家里好像着火了，我先走了。我眯起眼睛，站在宋川后面，目睹了全过程。徐姐轻轻撞了撞我：青青，小川这辈子的温柔都给你一个人了。他可是圈内出了名的不好惹，结果在你面前温顺的像只猫。我笑着回道：你家大叔也不赖啊。徐姐脸色微红，打闹着在我身上抓痒。行啊，小姑娘演技不错，眼力也这么好。录制正式结束那天，大家聚在一起吃饭，柳微微借病推脱了。她因为这个综艺掉了不少粉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估计现在想避避风头。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递给我一封信：青青姐，这是当初投给你的匿名心动信，节目组给藏起来了。我刚才从屋里偷出来的，给你。我接过信，工作人员捂着脸看看我，又看看宋川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然后娇羞地跑掉了。我一时竟分不清这位工作人员是 CP 粉还是黑粉，当着宋川的面给我送其他男人的表白信。我把信扔一旁，干笑了2声，不用管，我应该和他不熟。我们先吃饭。宋川，我写的。徐姐最先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起哄道：节目组真是不做人，这都敢藏。青青，快打开看看。徐姐一发话，桌上的人都开始跟着起哄。我慢慢打开紫色的信封，苍劲的字迹映入眼帘。学姐，月色好美，啤酒好难喝，我好想你。你能不能回头看看我？如果不能，可不可以原谅我的无理取闹，允许我一直想你？你能不能让我照顾你？如果不能，可不可以原谅我的白日做梦，允许我一直爱你？我放下信，认真看着宋川，强忍着哭腔，写得不错，给你个奖励。宋川，什么奖励？你照顾我一辈子。晚安。